江湖的50问大挑战第2期开始喽。那我就说第一个问题了。哎，等一下，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小恐龙是我们从海底捞的服务员呢，他们送我的。这是广子吗？不是呀，怎么可能是广子？想知道你是为什么突然间联系我的？因为你当时不是朋友圈发了一条，就是去新加坡比赛的那个嘛，然后刚好是关于音乐的，然后当时就是对这个比赛比较感兴趣，然后就给他发了消息，然后结果就重新聊上了，重新联系上了。其实是对我感兴趣的。你猜呢？我猜就是报警。大概是什么时候确定自己喜欢男生的？我大概是高中开始，初中结束的时候，就那个假期吧。初中开始，高中高中开始，初中结束。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我刚刚是这么说的吗？我不知道，等再看一下吧。好，我也差不多是高中的时候，锻炼的时候，我发的仅你可见，你有看到吗？有的看到了，有的没看到，但是当时我不知道那是仅我可见啊，而且也不会往我身上想，这样子的。但是我现在知道那是仅我可见，所以我说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报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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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以后的规划是什么？我想开一家属于我们俩的小店，然后两个人可以在里面安安静静的做我们俩自己的事情，没错，可以做些吃的呀，什么什么的，仪式感满满。想过在哪里定居吗？定居在他在的城市吧，就是我跟着他吧。暑假打算怎么过？暑假你先说吧，你想要把什么学出来？我要学车，因为再不学我3年就过期了。然后学完车之后，我们就准备一起出去打暑假工。想摆个小摊子。最长接受多久不回消息？完全接受不了他不回消息。就是我们有个软件，然后就可以看到对方拿起手机了。然后如果那个时候我给他发了消息，然后他拿起手机没有回我，那就不行了。就是我们允许对方都有就是自己忙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看到了消息，就必须一定要回，是不是？你也报上警了？做了什么事情让对方吃醋？在路上看一眼都会吃醋。我也是。我们两个都是醋坛子，是不是？在外面会，对，在外面会大大方方的牵手吗？会啊，这没什么，我就会大大方方的。对啊，大大方方的牵手、搂搂腰、捏捏脸。对，没错。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被人说过两个人很像？有，真的有。而且有一次在逛街的时候，我们听后面的人说，看前面2个双胞胎，然后旁边的人说，你哪有双胞胎手牵手的？是的，在武汉的时候。抖音只能录3分钟，没错，所以我们要重新的开一下。好了，下个问题哦。小胡撒娇时，我的内心 OS。内心 OS 是什么 ？OS 是这么凶的一个人，还会对我撒娇了啊！你凶不凶？那我以后不撒娇了。你以后要不凶了啊？以后要不凶了？以后不撒娇了是吗？好，下一个。你们最喜欢对方的点是哪里？你先说吧。我先说。我是说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干嘛？这是你最喜欢的点啊？对呀，就是你平常对我凶凶的时候，这个不让那个不让，但我最后还是会给我的。不给我买我就报警。那我对他最喜欢的点就是情绪稳定吧。对，很多事情小事情都能体现出来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我感觉有一个情绪稳定的恋人，是不是？我情绪稳定的爱妻，你也是。好，这是我努力的方向，好吧。下一个。对方生气的时候是怎么哄的？对方生气的时候怎么哄的？就是他生气了之后，然后我就也生气了。你怎么又生气了？你怎么又生气了？然后我就要哄他了。对，然后我们两个就好了，是这样的。我哪敢惹你生气啊？下一个。最不能接受吵架时说什么狠话？分析。对，就是这2个字。这2个字是绝对不行的，是吗？下一个。小蒋最拿手的3个菜是什么？你说吧。一个是松饼，是不是？你跟我说过。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生日那次你自己做的酸汤肥牛、金汤肥牛，然后还有一个番茄炒蛋嘛，是不是？番茄炒蛋，然后还有有做给小胡吃吗？我目前只吃过那个酸汤肥牛。小笼包，小笼包是你蒸的，预制菜。下一个，最喜欢亲吻对方的哪里？哪儿？小耳朵。耳朵，我喜欢亲他的脖子，是的，因为他脖子好好看，我觉得长长的，瘦瘦的。亲密时还会害羞吗？会啊，就感觉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害羞吧。害羞。下一个问题是，双方家长对于你们谈恋爱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我爸妈嘛，就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尊重我的，就是尊重我的想法吧，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很幸福。我爸妈可能，一开始没有很接受，但是现在慢慢的也开始接受了。然后他也，昨天也说，那个他在抖音上面经常看我们两个，而且那天直播的时候，妈妈不是还发了个消息吗？是不是？是的。下一个。是一个粉丝说的吗？作为一名羡慕你们身高的妈妈，想问一下你们成长各阶段的身高情况。那你先说，你是一直都很高吗？我不是，我也不是，我是初中、初二、初三突然长高，是不是？我也是初二、初三，就是一开始初一那次，我还是坐在班上比较前面的位置，就是大概第二排、第三排的时候，第二排、第三排的样子，然后。初二、初三之后，好像就直接就长高了。我初二过去就一个暑假嘛，就是在操场上面就是站队嘛，之后我班主任就看着我，让我和后面的人换一下，换到最后没有换一下，和后面的人换一下，就说然后再换一下，然后又换一下，然后又换到最后去了。那为什么是没有？那不就是换到最后了吗？就没有一下子换到最后去。下一个问题是，同是专业生上大学后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注意事项？就是上大学之后，更多就是看自己了，因为没有那么多老师会逼着你，就是不像艺考的阶段有这么多老师会来盯着你啊、辅导你啊这些。对，更多就是靠自己，然后就是每天练琴时间，就是自己一定要规划好，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上大学之后没有很规划的练琴，也就自制力也不是很强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艺考的时候是你巅峰，是你的巅峰时期，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有时候高中老师也会说这些，就是说什么有的同学你上了大学之后就发现艺考这段时间就是你的巅峰，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如果你把握好大学这几年，确实会让自己的专业更上一个台阶吧。没错，是这样的。马上高考了，怎么缓解焦虑？天哪，还有多久高考？5月5还有1个月。我操，还有1个月。6、7、8是吧？对。又要高考，怎么缓解焦虑？我是觉得首先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吧，就是而且你要把那个高考就是当成一次平常的普通考试，或者说当成一次月考。就是其实你会发现，你真正坐到那个考场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紧张。我很紧张。你很紧张吗？我当时高考坐第一排，前面老师。我也是坐第一排，前面老师裤裆对着我。就是我们是高考之前还会排队啊之类的，那个时候是我特别紧张的时候。但是当我坐在那里就开始写那个卷子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紧张，是不是？我很紧张。好吗？可能是我学的还不够扎实吧。然后就是，祝马上要高考的同学们，就是高考加油，高考顺利，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要注意休息，最后那段时间。最后一段时间就是不需要太拼命的去学了，就是对，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休息，是不是？把握住最后的1个月，然后考完三天，你出考场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轻松。是的，解放了。然后自己的。怎么说呢？高中3年好像就真的这样结束了。高中生涯结束喽，进入幸福的大学生活喽。没错，加油吧！那我们今天的50问也结束喽。
拜拜。让我们期待第3期，好不好？好吧，大家再见喽，拜拜。